我抛弃了老公孩子，自己出去南美玩了一圈，结果现在后果非常惨烈。走之前小达就跟我说，妈妈，只要你在家，我的弟弟张大铁就永远会有一个人懂他的东北话，他就有所依赖，但是如果你走了，他就必须跟我们讲英文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我这么一走，会英文的儿子没得到，老公和女儿全栽东北话里头了。我的同事说，姐，你快看看吧，你们家现在好像几个加拿大傻子掉东北酸菜缸里头了。If you don't want it, don't bother. 吃饭都吧唧。Okay. Why do you drink milk when you have soup? I like 滚牛币，但是黏糊款。爸爸，我也想吃黏糊块，黏糊块。最开始吧，张大铁的处境真挺艰难的，他孤立无援。就是借光，借光又是借光就让他扯了。哎呀，就是他那个，哎呀，就是让他，就是 away please。张大铁越是孤立无援，语言有障碍，他心里就越逆反。他平时东北口音没有那么重，但现在啊，平时不用的那些东北土嗑，我爸我妈用那些词儿，让他全用上了，就故意的。我觉得他哭了。我没事啊，我没哭啊。这啥呀？是妈妈分面膜的时候弄的，就哈普子是。啥是哈普子？就是你睡觉爱仰瞌睡，张个大嘴。你要是不仰瞌睡呢，你就是哈普子睡，或者你也可以在笼子睡啊。仰瞌是正面 ，OK。这东北非遗呀，就莫名其妙也被大胖媳妇学到了，从此见着东北人就显摆。比如打印店老板，一听人老板是东北人，大胖媳妇来劲儿了。是印哪张？哈普子一张，仰瞌一张，谢谢。你没事吧？什么玩意儿？20天过去了，就这样慢慢的又快快的，东北话凭借着它高度的趣味性和传染性，开始在我家以惊人的速度蔓延。妈妈，树干就搁那儿呢，就在你后面呢。Hello。你瞅你大眼睛，棱的，才看着。狼子什么意思？他眼睛大大的看着你。妈妈要懒得的，我也懒得的。然后我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我说5一我回家，我带咱全家人出去玩玩，你让我爸别回铁岭，一定给我爸留在咱家，跟咱一起去。大胖媳妇说，这次我会用东北话留住我老丈人。结果他劝我爸这一套，我给我笑疯了，我求求你们看看吧。这跟他们视频我又哭又笑的，但这样也没表情纹，表情纹褶多了会变成顽固纹，跟折纸道理一样。我年头就用修丽可抗皱精华涂抹式抗皱模拟项目，双宫这些纹路，盆年老纹、法令纹这么难办的，我都能看出在变淡。这次大胖媳妇把最近从张大铁那儿学到的所有东北话，比如抽冷的表示突然之间，冷的表示用大大的眼睛看人，赛脸表示淘气不听话，全部都用上了。小曼说他会来带我们出去旅游，我还有事呢，我可不跟你们去。要是此处大胖媳妇想说，爸爸人会突然变老，所以要现在去旅游。你小男子老了你不能动，老了你不能动，你不能玩。什么玩意儿？乐得没？我在懒得看你，懒得看你。吃点吃，下雨必须一起去。我在懒得看着你，不要塞人。别塞了，听话。臭狼子，懒得。臭狼子，老的。你别跟我进来了，别跟我进来。懒得看着你，滚不啦！温迪呀，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。但是温迪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。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迪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迪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迪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，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迪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迪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迪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，那你赶紧回来呀。温迪说，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，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迪问我爸，我爸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迪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，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迪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迪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奥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大铁呢也装伤心。翟奥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大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大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迪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稻香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大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的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一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迪在的时候，张大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迪走了，那张大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，走的。哎，
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全头宴，因为温蒂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蒂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两头，这是这头，来，咱们大快朵颐啊！满意，吃它，吃它。温蒂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蒂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魏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你老了。我婆婆的全家在加拿大集体中暑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说咋的了呢？一问说加拿大今年夏天太热了，气温达到了26度，全家人暑中的五花八门。我的公公布莱恩热的好几天不能排尿，就是太阳能让他实现了零排放，不能上班了。我的大姑子玛丽莎被热的内分泌完全紊乱，大姨妈已经持续了19天不走。现在情况最乐观的是小姑子妮蔻，但是也已经请假1个礼拜不能上班了。现在他们那一片很惨呢，就是很多养老用的老人房门口的小牌子一个接一个的立了起来，就写着此房出售，因为很多老人都没挺过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街区一到夏天，3伏和3期不一定谁先来，不一定谁先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的室内没有空调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温蒂在加拿大的工作呀，是在福利院带那些智力有缺陷的孩子。他们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落后的非常平等，即使是福利院这种地方，它也没有空调。但是为啥温蒂现在中暑的症状最轻呢？因为他天天带着孩子们去商场蹭空调、看电影、搭积木。其中一个患者呀，阿拉伯数字刚能数到5，但是女性视角电影芭比已经看了6遍，看了6遍。但是这些项目呢，温蒂不是很喜欢。他真想去商场蹭的呢是那些 SPA 店、美容店，还有空调，还给他去皱。但是呢，他的单位不给他批这个预算，因为别的活动像看电影啊、搭积木啊，你怎么说对智力的修复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但是做脸修复的是青春，审核结果认为他不属于这些患者人生最首要的问题。完那天他给我打电话，看我在那做 SPA， 问我你是不是也去蹭空调？我们这儿都有空调，哪儿都有，不用蹭。我在美容院做脸有空调，我回家自己用雅萌护肤也有空调。但是我听完他们被热成这样这个事儿吧，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好笑，后来我是有点焦虑。26度给热成这样，那这仨女的过2天来到41度的北京，能不能出机场啊？不得碰瓷儿啊！然后我一说，我说北京比那热多了，他们说没事儿，不可能有我们这热。大胖媳妇为了佐证中国有多热，给他们看了很多短视频，就咱们可能也刷着过，大马路上摊鸡蛋，车前盖上煎五花。看完之后问他妈你怎么想？温蒂说哎妈，中国人挺饿，中国人挺饿的，怎么搁哪不做饭呢？所以他们现在就根本就不能想象我们这儿能有多热，非常嚣张，要这个周游华夏，要去的省份多达20大几，覆盖了中国大半壁江山。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景点啊太多了，记得稍微有点杂，跟我说要去云南看兵马俑，去内蒙古看大熊猫，去海南岛看壮观黄河，去哈尔滨看乐山大佛，就是这么一个路线。还告诉我说这次预算开的挺高，大概准备了就8000到1万的人民币，问我这些地方是不是都能玩好。我说你们仨就是拖这个活着费劲的体质，非整那个特种兵式旅游，最后你们换景点基本就得靠全国各大医院转院。我就寻思这游的得多苦啊！我没吱声，但我准备到了地方告诉他，就是云南的兵马俑下班早，已经回家了。我就给他关酒店，开着空调，吃着西瓜，没美容。雅萌双蛋白美容仪我还真挺爱用，简单3滑，激活半脸的双蛋白，3种能量同时打进皮肤，每一滑都是在提亮皮肤紧致淡纹。我聊会儿天时间，半边脸就打上去了，主打一个高效淡纹，在家也能高效保养。但是我还是有心眼，我看他们这么抠，这么虚，还要玩的这么野，我真怕他有点啥事儿。我最近搁这研究意外险，我研究这明白。然后我这几个同事就听我唠嗑，说他们26度热的就不能排尿了。再一看北京这42度的天，就说温蒂这个保险钱他们请了，就一个小要求，就是这个受益人呢写他们的名。温蒂听说之后特别感动，跟我说，就世界上总有那些好人，热情又慷慨，而且啥都不图，啥都不图。因为你感多喝热水。